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今天这东西将会毫不夸张的讲，真的会改变你的一辈子。这东西叫生命观。别误会，不是说我要扫地僧，我就是在传佛教什么的。这部影片我只是想让大家最简单的搞清楚不同信仰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我很有必要花时间做这件事。我觉得最可悲的是，我问过很多人，你有信仰吗？他们说没有。我本来觉得这很 OK 啊，但我深入一问，我才发现他们之所以没有信仰，不是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信，而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比较低，他们搞不清楚宗教之间的区别，搞不懂那种流传下来的思想和文化，他们觉得信仰这东西就很复杂，他们也懒得去理解，所以才说自己没有信仰。那你这个人也很难混得好。因为我们当老板的最喜欢谈的就不是生意，而是信仰。我发现如果我们老板在一起谈生意，那很多时候都谈不成的。但如果我们谈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呢，大家灵魂和思想有一个连接之后呢，你什么都不用谈，你的生意自然就成了。那就算你是干销售的，还是你是打工的，你们跟客户、跟老板谈信仰、谈生命观，那么你们在人家心中也会提升几个层次。因为我们人潜意识本来对这个话题就有一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感觉。那如果别人都搞不清楚，而你搞清楚了，那你在别人心目当中就同样会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而最重要的是，信仰会影响我们的生命观，而生命观会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所以这其实是在教你做人。当你懂得做人了，你真的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你的钱袋子自然就会长起来了。这是我做生意以来最深刻的体会，真的是这样的。不要说是信仰了，一件东西过了100年的历史，你都要去了解。因为连人类这么牛的生物，大部分都活不过100岁，一家企业也很难做到100年的企业。那一个思想、一个成语、一个文化，它能流传至今，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牛，对我们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坚决要做这部影片的原因。因为你听完了以后，你可以选择自己是站在哪一个信仰的理论的，你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信。但你绝对不能什么都不知道。我最怕的就是这些信仰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停止流传了。我觉得我身为一个教大家创业、投资，教大家成为有钱人、资本家，教大家达到财富自由的人，只有这个义务把这些文化和思想传递给你们，让你们最简单的懂得一些最深奥的而且实用的东西。那以上的这些呢，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你认同我说的这些，你觉得我们是知音的关系，你也可以为我点赞和分享出去。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首先我自己归纳，这世界大致分为3种对生命观的理解，也不难，就是意识说、两世说和三世说。你们看看你们是站在哪一个观点呢？意识说的生命观呢，顾名思义，就是相信我们的生命只有一辈子，就只有一世。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生命啊，就是从生到死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应该是现代大部分的人的理解，因为大部分的人现在都已经比较相信科学嘛。那这个目前科学是能够解释的，生之前绝对没有我，而死就意味着我作为一个生命的存在形态彻底的终结了。为什么说是彻底呢？就是真的什么都没了。你的物质部分，就是你身体部分没了，你的精神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意识也没了，是彻底和这一个世界有一个终结的。所以相信意识说的人呢，对死亡是恐惧的，应该这么说吧。他们认为生命就此一生，所以要及时行乐。我自己在赚钱的状态的时候呢，也是这学派的追随者，就认为人只有这一生，所以我们紧迫感特别的强。我认为生命是很短暂的几十年，时间就是我们的命。我不愿意把我的时间花在不值得的人以及事物身上，尤其是我刚创业的时候，我旁边的人看我就特别的功利，你别跟我说废话，你说的这些能不能帮我赚到钱，就是这种态度。我就只看对我赚钱有用的书籍。那这种生命观有问题吗？其实所有的观念都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能不能为你的内心带来喜悦。那时的我，甚至现在的我，还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比如说我刚请了一个员工，你工作了3个月还没有出成绩，那你就滚蛋，对不对？又比如说刚认识了一个朋友，我就从他的谈吐去判断他的水平，你是一个穷人，那么麻烦你离我远点。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和你说话，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前10几20年读书已经花了我很多时间了，那我就要在几年的时间把我以前浪费的时间都追赶回来。我要在几年内成为企业家，那么我这样的生命观还有以前为主导的价值观，他们引导的结果就是我做到了。我大学的时候1年就把我的公司搞起来了。我发现很多牛人一开始都是这个学派的追随者。为什么呢？因为仪式观就是特别的紧迫，因为只有一生嘛。有这样一个理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假如你有80岁命，然后你睡觉扣掉一半，你读书啊、吃饭啊再扣掉一半，然后你去玩啊、等车啊什么的再扣掉一半，那你真正工作和拼搏的时间可能就只剩几年的时间了。那会这样想的通常都是仪式观的追随者。那现实一点去看这种观念是比较入世的，就是你想这一世混得好一点，你就要去把握这个时间还有趋势，特别是趋势，你失去了时间也 OK。 一旦你做到趋势，你也能坐上快车。你看这刘邦50多岁一事无成，然后就做到了一个趋势，就成了汉高祖了。那我们创业还有赚钱也一样，现在的趋势是什么？我还听到说是电商的趋势，那电商我已经不做了。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下面的描述栏报名参加我的免费讲座，会对你们提升收入有很大的帮助。我为什么完全免费的跟大家说趋势呢？就是我不想看我影片的兄弟姐妹将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嘛，可能就是1年之后，工业革命的时候也是一瞬间，那些自动生产的机器来了，就再也不需要工人了。这里我不想和大家扯远。那有一些意识观的人呢走歪了，他们就会想人死如灯灭，因此他们就会认为一个毫不利己医生的人呢，跟一个唯利是图医生的人呢，2个人在死亡的那一时刻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因此他无法找到在生存的这几十年当中呢，他为什么要毫不利己的专门的利人呢？为什么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呢？他找不到理由依据。从意识说的生命观看，死亡是生命的彻底的终结。那么一个毫不利己的人呢，跟一个损人利己的人呢，在死亡的那一瞬间是平等的。我为什么不能用最短的时间，不择手段的获取最大的利益呢？所以这个意识观的人呢，是相对比较自私的，因为这会衍生出利己主义嘛。那利己主义有问题吗？其实只要不违法不害人，不是到了最极端的例子是没有问题的。毕竟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看那些狮子它还是要吃肉，这没得选。但是我们人和动物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个世界才会有法律去规范那些过度的利己主义。我自己我也建议各位，不管你们的信仰如何，也要去看一些道家的书籍儒家的书籍因为这些可以帮助到我们去修心。所以比如说创业商学院的学生，我要求他们一切以钱看齐，对不对？因为你创业不看钱，看什么？有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你当老板的不赚钱，那你为什么存在？就是你最起码先赚到钱，再谈其他的东西，对不对？你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钱弄到。那当然一定是要合法的，所以我也会渗透一些儒家等等的思想去协助他们。那相信仪式说的人呢，发展到最后一旦发财了，他大概就要及时行乐。一旦发了财的人呢，钱没有花完就死了，这是人生巨大的遗憾。那二是说是什么呢？顾名思义，认为我们的生命是2辈子。那这二是说呢，有2个例子。第一个是西方的基督教，这方面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大家可以指教一下。基督教认为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是生命彻底的终结，死亡只是肉体的抛弃，那个精神因素并没有死。基督教所说的那个精神因素呢，我们可以用灵魂去理解，这灵魂没有死，然后有一天呢，他们相信那一天毕竟是要来临的，那天叫做世界的末日。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有末日的，
也认为只有等到世界末日来临的那一天呢，所有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通通的都要再生、复活、二世。那这个数目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以前死去的人都算数，那复活以后呢，就要接受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或者译作上帝主的审判。上帝有可能把我们判入天堂，也有可能把我们判入地狱。那有人就会问，上帝判决我们有依据没有啊？当然是有依据的。基督教的著作里面大量的篇幅就是讨论这个依据的，我们把它高度浓缩了以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4条。第一，就是你活着几十年人生当中，你相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这一条在基督教里面叫做信主得救，不相信主的不可能上天堂的，这是不能更改的铁律。第二，不仅要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们还需要相信上帝曾经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我们的世界上，替终身受苦，来替我们赎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十字架的故事。那有人说他只相信上帝，不相信这个儿子，那这个是犹太教，也是犹太教跟基督教的最大的区别之一。那第3条，基督教认为我们所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背负着罪业而来的，人都是有原罪的，因此基督徒要每时每刻的不断的去忏悔自己的罪业，这是重要的功课。而第4，不仅要忏悔自己往昔的罪业，你当下此时此刻也不能造新的罪业，这是很严格的，不仅是行为方面，而最重要的还有你的思想。你虽然在行为上没有去杀一个人，但是你起了一个信念，说我把他给杀了，虽然没有行为，只有这个信念，但这都是罪来的。如果以上的这些大家都做得很好了，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就会判你去上天堂，否则就会判你到地狱，而且是永远的生存在天堂或者地狱。有一个比喻是这样的，我们人间这几十年短的，就如同天上打一闪电。因此，如果我们在短如闪电的人生当中呢，对自己有所约束的话，将来就是永久的天堂生活了。那其实东方古代一些思想也是建基于这个20说的理论上面，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就是阴阳学说。中国古人看什么都是阴阳，因此中国古人看生命、看生死也是阴阳。他们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起名叫做阳间，那这个阳间呢，一定是存在着一个背面的，叫做阴间。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分阴阳两界，而我们在阳间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彻底的终结。同样，阳间的死亡只是我们的肉体抛弃，我们那个精神的因素并没有死。他们把这个精神叫魂魄，我们的魂魄没有死，只是像搬家了一样搬到阴间去了。所以古人相信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祖宗、爷爷奶奶，他们去世以后都在阴间，而我们日后死了也会到阴间去跟我们的祖辈团聚的。也就是除了阳间这一生，还有阴间的生命。20说这跟基督教的20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相信阴阳生命观的人呢，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先世的行为是对祖宗负责的。你看电视剧也常听到这个对白，那些古人常说你做事要对得起你的祖宗。为什么？因为按照这个生命观，如果你在阳间干了坏事，那到了阴间无法向祖辈交代，爷爷会说你在阳间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有如这个祖宗，有如这个血统，爷爷是要生气的。爷爷生气是小事，如果你在阳间十恶不赦的话，那到了阴间就不是爷爷生气的问题了，爷爷会把你轰出这家门，这家族就没有理了。那你在阴间是什么？孤魂野鬼，在阴间流浪街头，相当的凄惨，所以他们都是对祖宗负责的。然后他们喜欢厚葬，就是特别喜欢在坟墓上花钱。比如说中国古代那些有钱人呢，他们要留下遗嘱，死了以后要把他生前特别喜好的贵重物品跟他们一起埋到坟墓当中。陪葬的习俗在古代是非常兴盛的。为什么？这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坟墓就是他们阴间的家。他们买一栋房子叫买个阳宅，买块墓地叫做买个阴宅，墓地就是阴间的家。因此他们认为那些陪葬到坟墓的东西，就意味着他到了阴间还能够接着用。这个特点呢，也是因为20说这种生命观所衍生出来的。那么我们观察到很多的华人社会，从行为上还是有很多这种烙印的。
就比如说清明的时候，很多人祭祖的方式都是用火烧东西，就是火烧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烧没有了，那去哪儿呢？古人认为去了阴间了，因为他们认为火是可以把这个东西送上阴间的，因此我们民间烧纸钱、烧金元宝、烧种种的东西，就是借着火的力量给祖辈送东西。这种习俗延续到今天，这也是20说生命观所造成的。而我自己理解这个20说啊，我比较认同的是意识的那个部分，但我看的角度是这样的，我认为现在的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也是因为意识的流传。什么意思呢？我们因为意识发明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文字。文字是可以把我们的意识流传下去的，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那些名人啊、伟人啊、那些企业家要把他们一辈子研究的东西用文字刻在书上呢？为什么扫地僧你要去做 YouTube 呢？要把你的思维体系通过互联网传递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死后能留下的属于我们的东西只有这个意识。但可悲的是，人们总不喜欢看书，觉得很闷，但人们就喜欢像这样通过影片或者音频的方式去接受资讯。这也是为什么我创办财富自由品书会的初心，就是想要帮助大家抽取100本书里面的精华，通过音频的方式直接告诉你里面的知识点怎么能够协助你达到财富自由。本来也就1年100本书，那我说算了，改成永久更新吧。更新什么呢？更新一些我在品书会内部的不定期课程，每次我都希望花1-2个小时的时间呢，去分享一些与赚钱有关的知识。那因为不对外公开，那我就会自由一点说，最近我制作了一个课程，讲着讲着也讲了1个多小时。那这我很感谢互联网的发达，可以让我的思想帮助品书会5000多个人。以前我做一场演讲，实体的去做，一场也只有几百人。那除了学习以外，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跟我合作创业，我带着你零成本的去做一个创业项目。那这些只是我能够给到大家的，因为加入的人多了，我们自然而然的组成了一个圈子，我就直接拉个 Facebook 群组就好了，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的交流，互相的交换资讯。比如说今天你有一个创业的想法，那你身边那些朋友都是打工的，那你跟他们说这个想法，他们只会取笑你、打击你。而如果你在我们富人圈子里面，我们各位兄弟姐妹都会想办法帮助你，给意见的给意见，有实力投资的投资，合作的合作。我觉得这个已经值回票价了。如果当初我创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圈子，大家都是同路人的话，我会走少很多路的。那这周我刚更新了1个小时的不定期课程，有可能会涨价，有兴趣的下面加入吧。那大家都知道佛学是从印度传播过来的吧？那佛学到底是讲什么呢？那这方面呢，很多民间都有错误的理解，所以我讲多一点啊。我们必须要先理解什么是30说的生命观。印度的那些古人，他们相信啊，这死亡并不是生命的彻底终结，跟20观特别的相似。他们也认为死亡只是肉体的抛弃，我们的这精神的因素并没有死。这通常被翻译成神识。不同的是，古印度人呢觉得这个神识啊，它会通过投胎而转化成下一个生命体，然后又回来这个世界，然后这个生命也都是有限的，活一阵子还得死，死了以后肉体抛弃了，这神识再通过投胎又转化成一个新的生命体，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们认为这个生死投胎的过程呢，将会不断重复，你死了 OK 再来一遍，你又死了 OK 再来一遍。这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无穷无尽的重复被叫30观，但实际上这30观呢，从我自己理解啊，不是说你只有3世，这指的是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前生、今生、来世，应该这么说吧。古人不会说 N 世观这种词语，对吧？这个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这样理解。比如说你现在死了，那就变成过去了，你投胎成为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现在。那将来你也会死，也会去投胎，这就是未来，就是第3世。他们认为我们人类就在这3世当中轮转，但投胎这东西是有风险的。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电视剧骂过人说下辈子投胎做狗吧？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生命形态不只是人类这一种，那么你投胎就不一定是人啊。你们听过6道轮回吗？其实细分的话不止6道，但大致来说粗分成6大类，1到6的排队排下去，你这样理解吧。排第1的福分最多，那排第6的就痛苦最多，这样
第一叫做天道众生或者天人，显然天人福报是非常大的。第二，阿修罗，其实阿修罗也是天人的一种，只不过他在性格上是有那么一点的区别。这二类我们作为人呢是没有见过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印度的古人呢坚信是有的。而排在第三位的就是我们人类了，排在中间吧，蛮不错了。那第四是畜生，比如说猫狗牛马这些不是侮辱动物，畜生这个词本来是一种分类，后来才拿来骂人罢了。那排在第五的叫做恶鬼，恶鬼的这个恶呢，这种类别是吃不饱饭的。那排在第六位的是最痛苦的，叫做地狱的众生，所以古印度人觉得投胎是有风险的，你有机会去到另外5种形态之一的，但不管去了哪个形态，他们认为啊，你的寿命还是有限的，活一阵子还得死。然后6中1，这个就是所谓的6道轮回。那当然，怎么决定你下辈子投胎的排名呢？还是得看你这辈子行为的善恶。我只想让大家知道啊，如果你说你不干好事，你下辈子变狗，那其实你就是认同了这个三师说的生命观。你看过那些古代的电视剧吗？有个人被陷害了，在刑场上要被人砍头了，但是他大义凛然的不怕死，杀吧，18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那这个兄弟的把握性就很大了，他认为投胎后还一定是人，而且还一定是个男人。那古印度人呢，就认为你未必有这个把握了，对不对？对于他们来说呢，这6道轮回是很痛苦的，即便有机会成为了天人，但你无止境啊，对不对？而且还有风险啊。他们想，如果来生连人都做不成，比如说到了畜生、恶鬼、地狱道里面，甚至还要再轮回1000次，那就很绝望，对不对？那听到这里呢，大家有点慧根的就会知道佛学出现的由来了。你知道吗？如果相信三世观的人有着强烈的厌世主义情节的话，那么问题就会非常严重。为什么？你想，如果一个医师说的生命观的人呢，他认为人死如灯灭，那他厌世也没有关系，他在这个世界上忍耐几十年就过去了。他死了以后呢，他就算再讨厌这个世界，那也跟他没有关系了，对不对？因为他解脱了。所以很多选择轻生的，他大概也是相信一世观的。那二世观说的基督徒厌世也是没有关系啊，他只需要几十年以后等待上帝审判他们去天堂就好了。那如果是中国古人，他们死了以后呢，他们相信会到阴间跟祖辈团聚了，那这也算是一种解脱，对不对？可是印度的古人呢，他们在这里熬啊等啊，好不容易把几十年等完了，等到有一天他们死亡了，但他会认为他的这个神识通过投胎又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不断的重复，他没有能够摆脱这个世界。所以对这些古印度人来说呢，这个世界的讨厌还不在这个世界本身的讨厌，而是在于这么一个讨厌的世界我还离不开走不了，是不是蛮恶心的？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话题就出现了，怎么才可以摆脱这个生死的轮回呢？这就成了印度的最高的宗教话题。也就是在印度的古代，想要成为一个思想者，一个宗教家，他必须要面临老百姓提出的这个问题，他必须要对这个话题有所回答。有一派的思想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认为这生命轮回的链条呢是不可能剪断的。这一派的人认为啊，我们要通过现世的不断努力的修行，来确保下一生的生命状态至少不比这一生差。比如说我们这一生是2条腿，如果你来生变成4条腿了，这是一件相当悲惨的事情。但是持这种观点的印度思想家呢，在印度的所有的思想家里面是极度少数派。印度绝大多数的思想家对断绝轮回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可以的。你不能随随便便回答可以啊，你要给出方法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古印度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著作，里面有大量的篇幅就是讨论一个话题，怎么可以摆脱和斩断这种生死的轮回呢？其实答案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修行。如果你不经过修行，然后进行轮回，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呢，这种状态叫做死。而如果你经过修行达到摆脱轮回的，那这就不叫死了。古印度把这叫做涅槃，就是大家经常在佛经里面看到的涅槃。涅槃这个词基本的含义就是被吹灭了，熄灭了。把什么熄灭呢？把生命的轮回熄灭了。所以这印度的宗教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涅槃。那什么是佛教？其实佛教就是佛教始创人释迦牟尼先生，他老人家认为最有效的能够引领我们去向涅槃的解决方案，
所以佛教的终极依据就是人领着我们走上的伴，这是佛教的基本话题，也是最核心的内容。而佛陀教法的体系当中呢，其实就是佛陀要告诉我们2件事情。我简单的说一下我的理解啊。第一，我们凡夫自以为的真实世界其实是不真实的，是梦境一般的。第二，他老人家要对那些已经认同了第一点的人呢，说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那佛陀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这些法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注意，佛陀他老人家自己并不想当思想家、哲学家，他老人家并不想当教授，他老人家讲法的目的呢，是在为众生的解脱。所以说自己信佛的人呢，要知道你是认同三师说的生命观的，不但如此，你还要认为轮回是苦的，要有一种想要摆脱轮回、走向解脱、走上的伴这样的一种需求。那么这2条都具备了，在佛教里面叫具备了一个心，这个心就叫做出离心。大家要理解，我们学习佛陀的教法是离不开出离心的教诲，离开了出离心讲佛教是没有根基的。那关于这三师说的讲法呢，其实现在很多人也会用宇宙外星人去解释，就是他们会发现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外星人，只不过是一群失去记忆的外星人。那么外星人是没有一个形态的，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没有肉体、没有外貌的，我们有的是一种意识。就是很多人现在提出了一个理论，不是说可以做时空旅行吗？那怎么做到？也是要透过意识的。大家思考一下，这个世界最快的是什么？光，对吧？不对，是人的思想。这思想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你想去巴黎用光速已经很快了，但这也不是最快的，你想一下就到了，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意识的重要性。我多说一点啊，你看你的苹果手机，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有人说这是一块玻璃，几块电子板啊，不对，其实这也是一种意识，是乔布斯的意识。你去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那是什么？有人说这是声音啊，不对，这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大家听懂了吗？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每一件事物都是什么？都是人类的意识，只不过这个意识被困在你的身体里面。应该这么说吧，我们的意识要透过我们的肉体才能够在这个地球世界停留下来。那当我们死了一样，我们的意识没有死，我们只是肉体死了，那我们的意识就会寻找下一个肉体去寄托。当我们的意识到了下一个身体的时候呢，就会失忆，把之前那一辈子的事都忘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种说法是我们被困在这地球上，困我们的也是外星人，可能是因为权力斗争争不过别人，又或者我们是犯了罪。那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师观呢还有这样的一个信仰。那我自己呢，对这个意识是十分认同的，所以我才选择去创业。那现在我之所以在 YouTube 把我的一切思路分享给大家，其实也是希望我能够把我的意识流传下去。那当然 YouTube 创业是一个非常暴利的创业项目，除了稳定的广告收入以外，如果你去接业配或者售卖你的产品，你的收入将会比你去开一家连锁店还要多上几十倍。而且这是几乎没有什么金钱成本的，也就是说门槛非常的低，你只需要找到市场上的需求，比如说现在的人都喜欢打游戏，这种意识上的交流，那你就在网上这样打游戏，你身价直接暴涨，对不对？就是很多人都开始这么干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 5G 了，这样还有 6G、7G， 对不对？这个就叫移动互联网的趋势，站在这个趋势上面，猪也会飞啊。那说起来很简单，实际怎么操作，说什么内容、话题，或者怎么在初期就能赚到不错的利润，怎么创业，怎么建立和管理团队，这些我都会在创业商学院里面手把手的教大家，永久的陪着你去创业。那你现在如果用前期的优惠加入，那你就不用担心之后的大涨价对你的影响了，因为涨价之后呢，可能对于一些还在打工的兄弟姐妹变得非常的贵，可能到时他们就不能加入了。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在下面的链接加入。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呢，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